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我们来油炸馬鈴薯蝦餅。這道馬鈴薯蝦餅成品外酥內軟，鮮香十足，非常適合做小吃或配飯，又香又脆。這個大家一定要學起來。對，做給家裡小朋友吃。馬鈴薯淨重400克，切粗絲，水煮開，加入胡蘿蔔絲50克。備好的馬鈴薯也全部一起加入，大火焯水個1分鐘左右就可以了。馬鈴薯含很多澱粉，如果直接用，容易粘成一團，麵糊變得厚重，炸出來偏糊感。焯水表面澱粉減少，成品更清爽不粘。焯水後的馬鈴薯帶點透明狀，全部瀝乾水分撈出。碗底的水全部瀝乾後，稍微降溫後備用。碗裡倒普通一般中筋麵粉130克，粘米粉50克，泡打粉3克。加泡打粉在這道馬鈴薯蝦餅裡，其實是一個進階口感技巧，不是必須，但能明顯提升成品酥脆度。粉拌勻後，再分2至3次加入馬鈴薯內，這樣先乾拌乾粉做法，可以避免麵團結塊或味道不均。對廚房新手來說，會感覺特別容易掌握，感覺下廚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。待所有馬鈴薯與胡蘿蔔絲都裹上乾粉後，再調味：胡椒粉5克，五香粉3克，鹽5克。口味比較重的朋友，鹽可以稍微多加一點。拌勻後，再加入清水150毫升，水一樣一點一點分次加入。每次都攪拌均勻，再加水。全部加完後是這狀態，濃稠但可流動，提起能緩慢滴落，但不是水狀。這時候再適量加點紅辣椒，一點芹菜精，再加入180克蝦末。最後再加入食用油15克，麻油5克。為什麼油最後加？這是防止麵糊吸收太多油，影響炸製。最終狀態所有材料都被麵糊包住，沒有多餘水分，用勺子舀起能成團。拌勻後就可以開始油炸了。油熱至170到180度，插入筷子周圍有細小連續氣泡，用湯匙舀1勺，約手掌大小，輕輕放入油中。不要太厚，裡頭會炸不熟；也不要太薄，中心會不鬆軟。下鍋前1分鐘不要翻動，讓外層先固定，輕輕翻面，中火炸約2到3分鐘。油炸至表面金黃色後，起鍋前再轉中大火30秒，逼出油脂，這樣完成後的成品含油量低，也更酥脆。相同步驟重複至全部完成。油炸後成品全部擱置廚房紙巾上，這樣可以吸去多餘油分。享用前先來調個簡單蘸醬，美乃滋3大匙，半小匙咖喱粉，喜歡更辣口味的朋友可以加點辣椒醬，拌一拌，很美味的咖喱蘸醬就完成了。顏色很漂亮，是，看了就想蘸着享用。剛出鍋的油炸馬鈴薯蝦餅，表面金黃香脆，帶着熱油剛退的香氣，輕輕一掰，外殼咔嚓一聲裂開，聲音清脆又誘人。蘸點咖喱美乃滋蘸醬，
外酥內鮮甜與微辣交織在一起，讓人停不下來，一塊接一塊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是的，剛炸好的時候最好吃，外脆內軟，熱氣騰騰，是那種一上桌就會被搶光的小吃。對呀，大家好，嘟嘟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。天氣炎熱，今天我們要煮個木薯甜湯，香香的，很好喝。大家一起來試試看吧。來，馬上開始了。首先將一小鍋水煮開，再準備好一些小西米，這裡是100克，這西米多或少一點都行。將西米倒入熱水內，再不停攪拌，避免西米粘連成團。拌煮個5分鐘左右。西米不容易煮透，即使煮了一段時間，這米心依舊沒法熟透，沒關係。接下來先處理其他事，這個就先蓋好，熄火，擱置一旁，讓它自行燜透好了。備好木薯與番薯兩種薯搭配，口味上比較不會單調。這木薯500克，去皮後切成小塊狀，用在煮甜湯。不管木薯、番薯，甚至芋頭，像視頻中這樣技法，一會蒸熟過程中，受熱面比較大，容易蒸熟，也能保留食材水分，成品吃的感覺更鬆化。將木薯中心這條硬梗去掉，扯不下來就留着好了，蒸熟後輕易就能扯掉。番薯也是用這技法，這有點危險。是的，所以不要急，慢慢處理。對於廚房新手，可以放在砧板上慢慢記，這樣比較安全。找個蒸鍋，將記好的木薯放上，爐全程保持大火，蒸15分鐘或直到蒸熟為止。時間到，熄火。用根筷子測試熟度，15分鐘，基本上都熟透了，但是又不至於太軟爛的狀態，一塊塊保持完整，這正是舅舅所要的。先擱置一旁備用，另取一個煮鍋，倒1300毫升清水，斑蘭葉3片，打個結加入，蓋上鍋蓋，大火煮開。椰糖130克，裝入塑料袋，再擊碎，這樣才容易煮化。鍋裡水煮開，煮至斑蘭葉溢出香氣，再將擊碎後的椰糖加入半小匙鹽，除了可以中和糖的甜度外，也比較解膩。接着再加入200毫升淡奶，這樣一罐容量為390克，這之前已經用了一半，今天將剩餘的全部倒入。這是煮過再燜超過半個小時後的西米，還有一點白腥，但沒關係。先將西米瀝出，這瀝出的水是有點粘稠的，就不要了。瀝出後的西米帶一點粘稠，不介意的朋友可以直接加入。舅舅一般上會再過一次清水，這樣煮出來的甜湯喝了感覺上會比較清爽。這樣再一次瀝乾水分，這時候就可以加入甜湯裡頭了。拌一拌，再蓋上煮開。在甜湯煮開後，加入80克白糖，這糖用量甜度一般，喜歡甜一點的朋友，白糖可以多加一些。接着再加入200毫升椰奶1包，記得這椰奶要到最後階段才加入，尤其是選用新鮮椰絲擠出來的，更要注意。椰奶下鍋煮開就好。椰奶煮開後會將裡頭的脂肪香氣散發出來，但是過度烹煮卻會將椰子的脂肪分解，造成成品油膩。此階段可以試試甜度，不滿意就再調整。最後再將蒸熟後的木薯與番薯加入，再將所有食材拌一拌勻。木薯甜湯這樣煮法，煮熟後的木薯能夠保持塊狀，口感上很鬆化，木薯不會在甜湯裡頭輕易化開。至於木薯怎樣的軟綿度才是您想要的，您完全可以按着自己喜歡，在最後階段做調整，自行拿捏。甜湯煮開就能熄火，蓋好。
趁熱或待冷卻後才享用都很美味。木薯甜湯這樣煮，成品香氣濃郁，煮熟後的木薯與番薯口感上依舊很鬆化，依然可以吃到很天然的木薯與番薯香味。湯喝了也很清甜，冷卻後還可以加入一些冰塊，大熱天來一碗，哇，特別消暑，人喝了也特別開心。真的，我今天就不吃午餐了。可以，最近天氣炎熱，熱浪來襲，大家記得要多喝水，這甜湯是個很好選擇。大家一定要煮來喝哦。